嗨，我是木多，这是 DJI 新推出的 Osmo Pocket 3，它深得全网创作者的喜爱，几乎一面倒的都推荐要升级。我也会来分享我认为它最值得被重视的一个功能，以及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，协助你判断看它适不适合你。那首先呢，我来分享一下我用了哪一些的配件。除了介绍这些配件之外，也会具体的演示它们实际上怎么应用。如果你对影视器材的评测和拍摄技巧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赶快订阅这个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Osmo Pocket 3基本上它就是个迷你版的3轴稳定器，那它和专业的稳定器差别在哪里呢？小巧玲珑的 Pocket 3主要是以便利性为主，所以拿在手上真的就像空气一样，感觉不到什么重量，因此光操控性就绝对不如稳定器。毕竟有一定的重量，拿起来才比较不会晃，虽然它有机械3轴，似乎晃动不会造成影响，但实际上太轻反而会转向太快，边走边拍也会太轻而影像上下摆动，这样就会造成画面的突兀。而且有重量也才能感受到一股拉力，有些摄影师啊，甚至靠设备本身的重量就能够达到稳定器的效果。很开心 Delta 铁头这个专门开发摄影配件的公司，总算看中了 Pocket 3的市场，有推出专用的保护壳，开启了许多的可能性。Delta 设计的保护壳和现在市面上普遍的保护壳最大的差别就是材质，目前主流都是塑胶材质，而这个是铝合金做的，整个就很扎实。还有关键就是两侧和底部都有许多带定位孔的1/4螺丝孔，这样就能锁上怪手，搭配强力磁铁做吸附在冰箱或者是汽车的钣金上，或者用球头的怪手锁在摩托车的横杆上，甚至用卸夹也可以夹在板子上，这样器材摆设位置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了。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下面的螺丝孔没有在中间，但我试着用这种能锁2个螺丝的快拆板，反而发现因为快拆板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这样子能让它更踏实的放在平面上，装了之后随意的桌面都能放置它，不用怕会倾倒。而且因为是快拆板，它就也能很快速的装在一般的三脚架上，或者这种便利的三角座，这样子又能更加稳固。不过平面空间的要求也就会比单纯的快拆板来得更大，但它也能够有效的延伸距离，只要握住末端就能够实现摇臂才能够达成的画面，或者也能够笔直向前的握住，这样就能钻进一些狭窄的空间，善用 Pocket 3比传统稳定器还小的优势，拍摄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了。而且这个三角座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，只要转一下它就能够快速解开，不用一根一根的搬开。另外保护壳侧面还有设计 NATO 滑条，能够装上支援 NATO 的手柄，这个也是铁头的木手柄，上面是真的胡桃木，整个就非常的骚包。而且这样装2个木手柄之后呢，它2手拿着就可以更加稳固。这个转接配件也是可以更换，我实测发现这种有空间的握起来会比较好，因为它不会让手指头被主机挡到，能整个握住。可是这如果只是单纯的手柄的话，也差强人意。它还有一个卖点，就是上面有这个能锁上含定位孔的1/4螺丝，它就能够装上冷靴座来锁这种带冷靴的灯光，一颗不够还能够再串联上去。但如果想装小蝸牛配手机来当萤幕的话，手机它会挡到镜头，所以能改锁这种摄影怪手，这样延伸出来就能很方便的调整角度来避开镜头。它这个怪手的防滑结构我也觉得设计的很好，卡住的这个波浪啊比市面上的都来得深，完全不会滑动。虽然相对来讲它就比较厚一点，但都不用锁死就能够很固定，感觉就很安全。这样拍摄低角度就会非常省力，像是装了监视屏幕的鹈鹕手把。那鹈鹕手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它主要差别在于换低角度的时候，手臂不用整个打直，身体不用整个蹲下，整体就会比较省力，那操控性当然也就会比较好。虽然就画质来说，稳定器装载专业相机绝对是比较好，而且呢还能够接无线跟焦器，焦段上的变化能有更多控制。但 Pocket 3有了这些配件之后呢，起码它在操控性上能够接近专业的稳定器，也让它有了更多的可能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个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，手机画质或许都还比 Pocket 3来得好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多买一台这个可以稳定的相机吗？虽然 Pocket 3的3轴稳定是很关键的功能，但我觉得稳定反倒不是重点，把它当成单纯的稳定器真的是太低估它了。它真正重要的功能反而是稳定前提下的这个功能，完全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摄影师。
搭载了时下最流行的 AI 技术，在人脸辨识、智慧跟随都有巨大的进步，又结合本家纯熟的稳定系统，真的就能够目不转睛的跟着你。我喜欢称它为小屁虫模式，所以更看重小屁虫模式的话，它也未必就是要装这么多的配件，甚至没有任何配件也是可以。但我个人的话呢，还是觉得至少要有这个保护壳，还有三角座，搭配一个侧手柄。虽然它是标榜便利啊，但这一台也不便宜，而且也没有小到像手机那样轻薄，可以直接放在口袋。如果弄丢就算了，但里面记录的东西回不来才麻烦。因此我觉得带这样一组，即便不能收进口袋，但是也可以握着它的木手柄，不然也能够收进背包，各个层面都比较安全。而且这个三脚架只要一收起来呢，它就是一个距离刚好的握把。这个距离下，它就能够牢牢的跟着你，又不会显得脸太大，也能够使用这种增广镜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构图又能够更凸显环境，非常适合单兵作战的自媒体创作者。在外面握着它走路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消失，因为它就会一直跟着你。不像手机有时候你在跟别人讲话或是看其他东西时，就会无法确保自己在画面里面。那主要也是因为第三代呢，相较于第二代，云台转动速度从每秒120升级到了每秒180，所以跟踪也就更加灵敏，不像第二代有时候还会跟丢。而且有这功能呢，要介绍环境就会很方便，只要就定点走来走去，它都会跟着你，进行采访也都会很方便。也可以先设定好构图，看要让自己保持在画面的哪个位置，这样就不怕要采访人或东西时得和对方靠很近才能拍到，或者是把它挡住。官方同时也有对麦克风进行升级啊，这个机身里面就配置了3组阵列式的麦克风，所以说它可以有效的抑制风声，就算没有接蓝牙麦克风也能收到声音。现在就是用它机身来进行收音的，可以感受一下。目前没有风，但是因为在路边，所以说会有来来往往的车辆。那这样子的声音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我个人呢是觉得只要讲话声音有收到，不要整个被外面的杂音给盖过去就很好了。第三代的低光表现也非常的好，虽然很可惜它光圈从第二代的 1.8 缩小到只有2，但感光元件却有非常巨大的升级，使用了1英寸的感光元件，相比第二代的1.1/7多了接近1倍。像这种夜晚才有的灯光秀啊 ，Pocket 3它也能够很清晰的捕捉，加上这个侧手柄啊，它可以装上这个外接灯光，所以拍完夜景之后要自拍来介绍就可以很方便。这是没有开灯的时候。然后现在是开灯的时候，有开灯的话，自然就能够获得更明亮的画面。三代也有支援10bit D-Log-M 色彩模式，说是能记录多达10亿种色彩，能让后置调色比较有空间。也有 HLG 的 HDR 模式，能最大程度的激发有 HDR 显示器的装置的潜能。但我看它的普通模式其实就很不错了，晚霞、黄昏这种都能很好的捕捉，能让画面还原接近人眼所见。三代这个2英寸的萤幕也是非常厉害的卖点，相较于第二代的 1.08 也是大了快几乎2倍。这样子即便不连手机也能看得清楚构图，而且第三代还可以透过屏幕的旋转来改变画面的比例。如果想拍 Short 或是抖音那种时事的影片，就不用担心16:9转换成9:16可能会有裁切到画面。那在外面的话，最关键还是电量。第三代呢，它在续航力有明显的提升，比起第二代的140分钟，现在有166分钟，多了26分钟，其实也不算太多啦。但重点是它不像第二代，充满电要73分钟，第三代只要16分钟就可以充到80%，这样子带个行动电源要在外面拍一整天也不是问题。所以 Pocket 3对我来说比较适合把它当成是一个会摄影的新朋友，外出带着它也很快就能喂饱。我之后外拍可能就会带这样一组搭配手机使用，不然专业的摄影器材真的都太重了。但提到单人作战的话，也不得不提一下 Insta360的1x3，它是一台全景相机，能无死角的记录四面八方，而且它也有智慧跟随的功能，可以紧紧的跟着自己。比起来的话，会谁比较厉害呢？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在玩极限运动，所以说我还是会比较喜欢 Pocket 3。如果你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呢，或许反而1x3会比较适合，因为 Pocket 3虽然很灵敏，但绝对跟踪的王者，我觉得还是1x3。首先 Pocket 3若距离太近的话呢，快速移开还是会跟不上，而且3轴也有极限，
虽然它左转能像猫头鹰一样大约270度左右，但右转呢就和人差不多了，只能够90度左右。所以拍摄时要注意别往左边走，不然的话它很快就到达线位了。上下呢它也是有极限的，要注意好握法，不然呢也是时常会到达线位。反观 X3， 因为是全景相机，一定都能够拍到自己。搭配隐形自拍棒呢，还能够不露痕迹，同时也能玩小行星模式。只是说这也不代表说 X3 就比 Pocket 3来得好啦。除了跟踪，还有刚才讲的创意镜头，X3其实就没有什么其他优势。两款比较下来，重量虽然都差不多是180克左右，但 Pocket 3的续航力有166分钟，比 X3 的81分钟明显多了2倍。虽然 X3 也可以直接换电池，但 Pocket 3快充也只要16分钟就能够充80%，不像 X3 一个电池就要大约充90分钟。Pocket 3因为不是全景相机，所以也不会像 X3 一样很快就没有储存空间，也不用像 X3 一样得先用特定的软体进行编辑才能进后置。还有最后这个我把 X3 退掉的致命原因就是画质。除非在外面光线非常充足，不然它拍起来就和行车记录器差不多。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。玩极限运动的话呢，可能还是 X3 比较能胜任追踪的角色。但如果你没有极限运动的需求呢，或许 Pocket 3会比较适合你。总而言之 ，Pocket 3和第2代比起来，真的是飞跃性的提升。几乎快要是新物种。虽然现在 Pocket 2全配新的只要14000左右，二手甚至能到8000上下。但是 AI 大屏幕这些新功能带来的操作体验呢，是省钱也无法弥补的。所以我也是很推荐这个第3代。你是否又觉得第3代有什么功能的升级是特别喜欢的呢？或者是我没提到的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和我分享。之后我也会拍一集如何善用它来拍摄出电影感的运镜技巧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哦。但不论是用什么器材，要拍什么东西，以及拍的东西如何组织成吸引人的影片，也都是一门学问。所以如果你对影片制作有兴趣，也想学习如何经营自媒体这个最厉害的行销工具，那欢迎在下方资讯栏领取手机就能拍，那是一个自媒体的启动指南，有零成本的器材选用建议，让你脱离拍片就得用昂贵相机的迷思，也有内容开发的万用公式，让你知道怎么拍，也知道要拍什么，协助你快速的开始自媒体之旅。我也会分享能够以此增加收入，甚至达成财富自由的方向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欢迎直接留言或者加我的LINE问我，我每天都会进行回复。之后也都会不定期更新这种摄影器材相关介绍的影片，还没订阅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